各位评委，大家都别走。各位评委，我问一下，前面的73号那个选手唱的《我的虎子哥》，你们是怎么打分的？怎么打的90多分？是怎么打的？你们是以什么标准来打的？等一下我录，我要放网上，我要交给中纪委的。别指，我说完我就问话啊！你们是以什么标准给73号《我的虎子哥》打的那么高的分？你们作为一个评委，年轻的学者，我现在问你们，你们以什么标准打的？你们是以什么标准给的分？你们这样是在损害着我们中国的教育事业。你们把年轻的学子往死里压，你们到底什么评判标准？我们这边是有那个监审老师的，我们可以去。我也可以问。我现在问情况。你们可以选择不回答。我想问一下，你们用着我们的钱，我们的1700的钱，你们在这好吃好喝，你们披着教授的身份，你们给我们的选手故意往地里打，你们凭什么把那么差的学生打那么高的分呢？谁给你们这种权利呢？你们在阻碍着中国的教育事业，你让我们这些教师怎么培养人才？请问能否回答？老师，我们可以能否回答？老师，能否回答？能否回答？你们没有脸回答吧？你们回答不出来吗？你们有良心吗？你们有良心吗？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你们的良心到哪里去了？你们可以不回答。你们的良心，我让你们为非作歹。我让你们为非作歹。啊！你们配吗？你们简直是中国教育事业的蛀虫。你们毁坏了我们教育事业。你们把我们一线教师的辛苦努力轻轻松松的一笔勾销，你们2个人分开是不是？你们分开，你是聊吗？啊，你国际大奖是怎么拿的？你有脸吗？你在这儿，你昧着良心的打高分啊！老师，咱们你昧着良心，来，有脸，有本事，你要问心无愧的话，过来看我一眼。你问心无愧的话，看我一眼。跟组委会。你问心无愧的话，看我一眼，看不看？有什么事跟看不看？全世界人民，你看着啊，这就是中国所谓的歌唱家。你昧着良心，你不敢看我，行，你怂了是吧？行，你走。我们去跟监审老师那边。闭嘴！我是家长好好说话的，跟组委会。我是老师，组委会找我。不好意思，有什么事跟组委会说。组委会找我，组委会张策已经联系我了。跟组委会说。我跟评委说话，你们为什么要干涉？评委过来，钱是我们的钱拿出来的。跟组委会有什么事跟组委会说。我们这1700不是，我们这1700不是养，我们养的是真人，我们不是养东西的，我们不是让那些不是人的东西给我们把我们的青春年华给废掉的。我就不相信全中国的我们的声乐教育事业就被这些蛀虫们给毁掉了，我就不相信。我秦伟等今天迫着命不要了，我就放在你们星海音乐学院。我如果以我一人之力，我扭转不过来咱们中国的这个比赛这种章程的话，我他妈不是人养的。老师，我们真的有问题，我们可以去跟监审。闭嘴！我们的视频也可以复核的。闭嘴！同学们，我在雅乐学院组委会提那个宾馆住，凡是没有进入中展的，你们要信我秦伟等的话，把你们的住宿费、你们的来回机票、火车票费全部拿到总台，我秦伟等挨个把钱从组委会给你要回来，还有报名费挨个要回来。我这个话我有视频为证，你们都上放到网上，我挨个给你要回来。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刚才呀，大家看到的是第11届孔雀杯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的声乐展演现场。沈阳音乐学院的齐维耿副教授呢，他就在现场质疑评分标准，指控呀评委不公平的评分问题。本来呀，这场赛事是聚焦于艺术交流，但却因此呢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5天过去了，官方依然保持沉默，没有给予任何的回应。然后呀，我就到网上想去搜索这位齐老师的资料，想看看这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人，这么硬气，这么刚。结果呀，就发现齐维耿老师真的是人如其名，非常的耿直。他对于遇到的不公平的事情呢，就是敢于站出来发声，追的那些人抱头鼠窜。不仅这一次是这样，去年2024年的时候，他就在研究生导师的遴选中，他也曾经实名在网上举报，认为存在一些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的问题。今天我实名向中纪委、教育部和
国际教科文组织实名举报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沈阳音乐学院2024研究生导师遴选评选过程弄虚作假，评选结果不公示，暗箱操作。收到了，我们这边也是尽可能的跟齐老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员核实相关情况，但是目前齐老师他没有提供其他的一些证据。齐老师经常会在网上发一些这种东西，有价值的我们也会积极跟他沟通。我刷到了一个说第三巡视组说是跟我沟通了，说我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证据。在这儿我澄清一下，第三巡视组在你们刚入驻沈阳音乐学院的时候，我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是语音提示让我留言，我留了我的姓名和手机号。从打完电话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一直没等到你们跟我联系，我继续等着巡视组第三巡视组你们跟我联系，好吗？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齐维耿老师的故事。我先来讲解一下开头那段视频的前因后果。就齐维耿老师啊，当场就质问评委对73号选手的评分标准。他指出啊，这个选手演唱《我的虎子歌》的时候，存在明显的走音啊、咬字含混等问题，却获得了90多的高分。但是专业过硬的学生，反被压分了。比赛现场呢，评委席是坐了5个人，有一个戴金表的评委，表链上还镶了3颗钻啊，说话的时候还总晃着手腕，生怕人家看不到他身上闪耀的光芒似的。这齐老师自己带的学生是苦练了3年，每天早上5点起来就开嗓，嗓子哑了就含着胖大海接着练。轮到他的学生上台的时候，唱到高潮的地方，评委不约而同在那低头看手机，30秒都没抬头啊。打分的时候统一给出了 B， 其他的什么走音走调的那位倒是拿了 A。这齐教授当场就十分气愤，就指责呀这评委不公。你看，明显更为优秀的参赛者入不了选，差的这个参赛者却能打出高分，参赛者每人还要交1700块钱的参赛费，供你们这些人好吃好喝，请你们来到底是干什么呢？到底还有没有良知？齐老师在现场就发出灵魂质问：你们这些评委是怎么当的？他当场还猛拍桌子，在齐老师的怒声斥责之下，数名前排就坐的这些评委根本就不敢接触他凌厉的眼神，灰溜溜的，后来就四处的躲藏哈。这些人的腰杆是真挺不起来了，也没有什么傲气了，他们的尊严都通通丢在地上，被他们自己给踩碎了。从网络流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齐教授当时情绪是十分激动的，他不仅指责了这个评委违背公平公正的原则，他不仅要求这评委会立即公开这个评判的相关依据，还表示和这个赛事的副主席就这个退款和赔偿的事宜进行协商。后来你看他又走到大厅里面，让这些参赛的学生跟他取得联系，他说他会帮助协商这个退款哈。齐教授就言辞激烈地说这类行为正在伤害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现场的那5位评委面面相觑，没人敢接话，扛了一会儿实在扛不住，纷纷撤离现场。就有保安过来想把齐老师架走，他甩了一下胳膊胳膊还撞在了一个门框上，红了一大块。齐老师呢后来还不依不饶，就拿着他的手机追着这些评委，一直在全程录像。这些评委就是灰溜溜的就往外走，你看。然后后来他们还甩不掉徐老师然后还采用了分道扬镳的形式，是吧？我觉得真得给齐老师点一个赞。你看嘛，现在社会大家一般都好像挺想明哲保身的，一般不太会说跳出来，然后为了自己的学生去争取一些权益。所以我觉得齐老师这么做真的很难得。而且你想，他是人到中年，又是副教授，是吧？还这么有血性，太难得了。而且其实在现场非常令我感到不适的是，有几位组织这个活动的学生还来阻拦这个齐老师，劝导齐老师。你说齐老师还在现场不说了多次闭嘴吗？应该就是对这几位学生说的。我觉得这已经算比较客气了。你说这些学生，他们现在还没有迈入社会，在面对这种社会不公的时候，不正应该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应该被齐老师这种执着、气势和不同流合污叫好吗？难道他们不期待就在齐老师这样的人的带动和监督之下，未来的年轻人有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吗？结果是中年的齐老师面对不公，仍旧保有那份锐气和血性，而这些学生已经被驯化了，早早就失去了锐气，真是可悲可叹又可怜。
近些年来，虽然在多地统一标准和加强考试现场监督方面已经有了不少改革，但是艺术招生方面仍旧存在不少漏洞啊。因为你看，艺术它不像理工科嘛，理科对和错是非常容易分辨的，答案是标准的，要求也是统一的。但是艺术这类工序，你总体上大概是能分辨出好坏的，比如唱得好和不好哈，那普通人也能分辨出来，但是却有一定的主观臆断掺杂在这里面。近些年，中国大陆各地都有艺考腐败案件屡屡被查处，这些案例触目惊心，每一个都是对艺术纯洁性的亵渎。比如2014年的11月，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教师卓越成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像艺术类专业招生的腐败呢，它就是一个老问题了。艺术这个行当没有硬性指标，画的好不好，唱的行不行，全凭评委的一张嘴。但是这个专家心里其实都是一把尺子，一瞧这个画怎么样，孩子一开口都有个准星的。但是是否按照这个尺子真的去衡量孩子们的标准去打分，那就要看良心了。比如以前有个学跳舞的女生，腿摔折了，打着石膏还在练。那比赛的时候，她就发现，别人还不如自己哈，所以她就信心十足。结果名次却被一个外行都看得出来的一个顺拐给抢走了。据说就因为这个孩子妈通过关系结识了评委，给评委送去了什么2盒茶叶，包装上印着特级，也不知道这里面是真的茶叶还是别的什么更值钱的东西。对呀，我记得我之前就刷到过视频，张雪峰就说艺术圈拼的就不是本事，而是门路，这些话还真没有掺水。其实你看教育它原本就应该像老农民种地，就是你用什么种子，花了多少功夫就能收多少粮食。有些地方倒好，歪瓜裂枣也能从大尾巴狼有个学钢琴的孩子嘛，说是每天练了4个小时，指尖都磨出茧子了。比赛的时候就因为没有给评委送礼，连决赛都没进，然后那评委转头就给一个弹错了3个音的孩子去鼓掌，笑的那一嘴的金牙呀。其实不止中国，其他国家也一样，也都是干啥都讲关系讲圈子比如众所周知，硅谷的印度人，一个印度人去了可以带来一帮印度人，一个人当高管了可以提拔一堆的印度人中层。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人类社会无论在哪里都千年不变的残酷的规则。成年人社会就是这样，未来几百年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但是希望给孩子们的世界能够尽量纯净一点不要早早就把孩子心里的光都给掐灭了否则不只是掐掉了这些优秀的孩子们的希望和梦想，也是在阻碍整个社会的未来和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还是需要那些聪明、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们。有网友还评价说艺术圈它作为和名利色最强相关的这么一个行业领域，这里面的丑事儿几天几夜都讲不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里面就尖锐地指出过中国人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喜欢盲从权威，习惯于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李敖也曾经说过，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就是不敢说出来，不敢做出来。这些话听起来是刺耳，但是不能否认其中蕴含的这些道理。你看，在齐老师的这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沉默者。你看，就当齐老师走进大堂，说要帮这些学生们争取权益的时候，几乎大部分人的脸都转向了另一侧，没有人敢上去帮助他、支持他，甚至不敢直接当面和他取得直接联系对，就感觉都是一些沉默的大多数，然后都在那当一些沉默的看客，就让人感觉格外的就是悲凉。就是那些评委又面对质疑的时候那种惊慌失措，那些明知真相却选择沉默的这些旁观者还有最令人痛惜的就是我刚才讲上前去阻止齐老师的那几位学生，他们以为他们好像在维护所谓的秩序，实际上他们自己正在成为这种不公平的一部分。但是齐维耿教授的这个勇敢发声，说明并非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缺乏正义感，都是那么懦弱。齐老师作为一位副教授，他完全可以选择事不关己，也可以选择成为沉默但继续享受现有利益的一份子，但他就选择了说不。而且那种力量真的是震撼人心，他骂的那真的是一个畅快淋漓。我相信在艺术这个行业里面，像齐老师这样的人也不少，否则那些真正的有艺术能力的好苗子被埋没被淘汰，剩下的都是一些歪瓜裂枣还被捧成宝贝儿。那中国的未来的艺术殿堂就要这些有关系没能力的人去继承吗？去发扬吗？令人感到挺痛心的就是，你看这些现场评委中，有些已经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艺术家，他们愿意去为金钱或者关系所左右，又做出这些不公平的评判。这些人还组成了圈子，
如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中国艺术领域的未来啊，真的是令人难以有所期待。其实艺术圈的这些黑心的评委，大概率他们自小也是学艺术出身哈，当初说不定呢也受过类似的这些委屈，但现在他们坐上了高位，掌握后来者命运了，不仅没有共情，还过河拆桥。你说这些人，他们晚上能睡踏实吗？夜里会不会做梦，梦见一个个被坑的孩子站在船边质问他们？中国人啊，就是应该有点骨气啊，不能总在这个金钱权力面前弯腰。尤其这些已经取得了一定地位的艺术家，你们按理就应该是有能力、有底气来抵抗住这种诱惑和压力，而且你们要改变你们行业的现状。艺术它本来应该是最纯洁的东西，是人类精神的寄托，是一些孩子们追寻梦想的摇篮。往大了说，更是中国社会精神领域的未来啊！所以相比协和4+4那些医疗圈都已经那么腐败，这个艺术圈我都已经没有那么惊讶了。因为毕竟这些人，哪怕他演技没有那么高，然后他唱歌没有那么好，那他只不过就是没那么好看拍的电影，然后唱的歌没那么好听，但起码不会决定每一个人的生死啊，不会去给别人看病啊。他们是不会去伤及别人的生命，但是他们挤掉的是中国真正的未来之星的人生的道路啊。最后啊，其实我还是特别为齐老师点赞，对，向所有这种追求公平公正的人致敬。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常识，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领域都不应该被金钱和权力所绑架，孩子们的梦想不应该成为某些人谋利的工具。齐老师的怒吼，他不仅仅是对几个评委的质疑，更是对整个行业不正之风的惊醒的声音。让我们记住这个勇敢的女教师，她是中国人真正的代表，有良知，有骨气。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上一期我们聊释永信的节目啊，大家给我的留言我都看到了，很多朋友说小汪啊，你怎么回事？平舌翘舌不分啊，舌头要捋直啊。我想说，大概可能是我的嘴巴跑得比脑子还快。所以今天呢，我控制了一下我的嘴巴，让它说慢一点，效果应该会好一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平时聊天的时候，我还真没有太注意自己有这个平翘舌的问题，周围的朋友也没有怎么跟我说过这个。但是上一期释永信的节目，大家一提出来之后，我就去自己也认真听了一下嘛，还真的是就是在念通报的时候，确实是还挺明显的。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我也以后会注意的。不过这个通报啊，该说不说，大家念一念是不是觉得有点拗口？少林寺住持释永信，简直就是平翘舌的一个小小的测试题。没错，有点像绕口令。好了，我们下期见。